只因下了2个月的雨，河水上涨，村庄决堤，近1000人的村子仅剩3人。庆幸的是，咱们今天的主角，也没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别人穿越开局不是皇太子，就是达官显贵，我竟然是连衣服都没有的难民。面前的女子却求我娶了她，而且不图钱，不图车，不图房，只图我身强力壮，8块腹肌。啊，对。你看光了我的身子，你就要娶我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前几分钟自己还在家里开挂打游戏，结果一道闪电，然后自己就晕了过去。再睁眼就看见眼前的小姑娘，说说吧，到底为什么非要嫁给我？别说我看光了你身子这种事情，如果你不说，我可就走了。下雨了，找个地方再说吧。好。小姑娘带着江小峰来到一座矮小的茅屋里，里面还睡着2个更小的小丫头。这2个小孩是你什么人？这是我2个妹妹，二丫和小丫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我娶你？大丫看了看2个妹妹，又看了看漏风的茅屋，叹了口气，开始娓娓道来。大丫姓林，原本生活在林家村，他们村决堤了，洪水冲走了爷爷奶奶，只剩下她们姐妹3人逃到了山里，成了流民。她们姐妹3人，作为最大的姐姐，她也才15、16岁，自己一个人活下来都很难，更别说还要照顾2个更小的妹妹。雨终于停了，我打算去山里捡点柴火。刚到山里，就看到你躺在路边，看你人高马大，身体壮硕，脑海就有了想找你做依靠的想法。听到他说完，江小峰扶着脑袋，只觉得荒诞，刚想开口说话，脑中响起一串机械式的声音。生存系统加载完毕，兵荒马乱的大明王朝即将迎来将近50年的小冰河时期，冰灾、水患、干旱、蝗虫、寒流即将到来，请宿主勇敢的活下去。宿主生存第1天，奖励大米1份。话还没说完，一阵电流声响起，江小峰捂着头，感觉脑袋像是要炸开一样。葫芦侠修改器载入完毕。宿主生存第1天，奖励大米99加，无限背包已装载，隐藏任务已全部解锁，特殊奖励开启中。恭喜宿主获得隐藏任务，成家立室。孤苦伶仃的大丫带着2个妹妹生活，急需一个男人来分担生活的压力，请宿主和他原地结婚，并照顾好他2个妹妹。完成任务，获得牛奶99加，获得特殊奖励AK47一把。请注意，特殊奖励无法复制，不然容易封号。我操，这不是我玩的游戏吗？还把修改器带过来了。虽然光靠自己的能力，也有信心在这个世界活下去，但是谁能拒绝外挂呢？大丫看着江小峰，一会难受，一会兴奋，心里有点害怕，感觉自己还是太鲁莽了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也没关系，等天亮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走？为什么要走？走了能去哪儿？反正对这个世界不熟悉，也无依无靠的，不如留在这里，先稳一手。而且大丫身上还有一个任务，虽然对牛奶可有可无，但是 AK47这种保命的大杀器，我还是很感兴趣的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就是我老婆了。检测到任务已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不过我不会对你做什么，毕竟我更喜欢大波浪。对你好像也行啊。大波浪？大波浪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就当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吧。相公，相公饿了，先吃饭吧。大丫把藏在干草下的米罐抱了出来，从里面抓了一把麦麸，怯生生地看了一眼江小峰，咬了咬牙，又抓了一把麦麸放进陶罐中，脸上露出心疼的表情。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就给我吃这个。家里只有这点了，我可以少吃一点。这不是少不少吃的问题，这是粮食吗？家里没有米吗？我可以不吃，给你吃好不好？你不要嫌弃，家里只有这个可以吃了。要不你打我一顿好不好？在大丫记忆中，每次爷爷不高兴的时候，都会打奶奶一顿。不是，我又没病，我打你干嘛？你先别哭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平时也是这么吃吗？白米饭有吗？就是白花花的大米饭。你说的是地主老爷家吃的稻米吧？那是细粮，以前有听爷爷说过。江小峰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骨瘦如柴的大丫，神色复杂，这得多坚强才能活到现在，还带着2个妹妹。你让开，我来煮。手上金光一闪，罐子多了一份大米，江小峰估摸着有1斤的量。这不许和别人说，这是我的秘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是神仙，我是你相公。大丫羞得不敢说话，江小峰则是一边搅动罐子，一边查看自己的背包。刚才拿了那么多大米，背包里的大米数量还是99加。
看来修改器描述的无限物资是真的，那么自己的 AK-47 应该也是无限子弹。就在江小峰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罐子里的大米熟了。躺在干草上的二丫被香味吸引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，看着罐子里满满的白粥，又睡了过去。怎么可能？家里能吃上白粥？二丫，起来吃饭了。姐姐不要吵我，我刚才梦见在吃白粥，满满的一罐子。你等我吃完了再叫我起床好不好？不是做梦了，你起来看看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我家？他是姐姐的相公，以后就是你的姐夫了。啊，姐夫？什么姐夫？姐姐你要嫁人了吗？我不要你嫁人，我不要喝粥。姐姐你不要丢掉我好不好？在他的记忆里，嫁人就要离开家里，那以后就见不到姐姐了。二丫哭得稀里哗啦，连带着把小丫也惊醒了，她也跟着哭了起来。你去哄小的，大的我来跟他解释。傻孩子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带你姐姐走了？啊，你不带我姐姐走吗？那个粥是我的，就当我跟你姐姐第一天成亲，请你吃的。小孩子还是比较好哄的。不一会儿，二丫就满脸开心地坐到火堆前，等待着姐姐分粥。虽然这个世界穷了一点，但是自己有外挂。江小峰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。这是牛奶，一会给小家伙，你和二丫也可以喝，对身体好。姐姐，停雨了，我先去捡点柴火，顺带看看有没有野菜。你们平时就是这样子吗？吃完饭就去捡柴火，然后用柴火去换粮食吗？平时历史书上都是写名臣大将的故事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，他还真的不知道。二丫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在饥荒年代，1斤大米足以让一个8尺男儿下跪成佛，甚至逼迫一个10岁的小丫头上我的床。快进去吧。师傅，太阳晒屁股了，该起床了。二叔，你看，这是我姐夫刘奶奶，这是我姐夫，我姐姐弟相公，他今天带我来捡柴火。还没等江小峰自我介绍，村民就都知道了，对着他点了点头。有，瞧这身板，这身高，这体格，不去挑大粪太可惜了。他一边和村民点头示意，一边打量他们。他看到村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穷，每个村民都穿着单薄的麻衣，很多地方都磨破了，甚至看到一个穿草鞋的小女孩爬在树上，用自己的体重把树枝压断。二丫看着头上的树枝，也准备爬上去折树枝，刚准备起跳，就被江小峰一把抱住。你干嘛？我要去折树枝啊！危险，不可以去，万一摔了怎么办？不去折柴火换粮食的话，就会饿肚子的，而且快过冬了，没有柴火会冻死人的。去年爹就是因为家里没柴火了，被冻死的。你看好，我教你用智慧装满这个竹篓。江小峰看到正在砍树的熊二，眼前一亮，他带着二丫走了过去。你这几棵树拿出去卖，可以卖多少粮食？俺这木头跟他们树枝可不一样，俺这是大柴火，好烧耐用，一担柴可以卖1斤半的麦麸，一担柴2斤粮食。你把这几棵树卖给我。你不要骗俺，俺虽然不太聪明，但是俺不是傻子。见他不信，江小峰转身去拿竹篓，从背包拿了20分大米出来。2斤这样的大米换你一担柴，换不换？不换我找别人。熊二看着眼前白花花的大米，一脸震惊。换，来，爷，你先坐着，您看你家在哪，俺这就把树给你送过去。哎呦，看俺这狗脑子，这么大一颗，你怎么好烧？俺给你把这些树劈了，然后再帮你送到家里。当着江小峰的面就开始劈柴，时不时的对着江小峰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。二丫这才想起来，出门的时候竹篓里明明是空的，怎么突然多了半竹篓的大米？不对呀，这哪来的大米？嘘，这是我们家的秘密，别人知道了，我们以后就没有大米吃了，知道吗？二丫被唬住了，捂着嘴不敢说话。江小峰朝着熊二挥了挥手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。你把所有的村民都叫过来，你就说我想用粮食跟他们换柴。江小峰想着二丫说的要过冬了，准备多换一些柴备着，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帮人。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粮食的他们，有点手足无措，互相交头接耳起来。三娘走到大米面前抓了抓，闻了一下米香味。真香！二丫，你姐夫要换柴火吗？这是三娘，我们逃难的时候，三娘借给我们家2斤麦麸。小峰见过三娘，对，我要换柴火，2斤大米换你们一担柴。一担柴换2斤稻米，这怕是个傻子吧？你说的这个换柴火，是我们家里的柴也可以拿过来换吗？可以，
越多越好。三娘点了点头，转身向村民们说道：“我大姑爷说的话听见了吗？越多越好，大家回家拿柴火，过来换粮食了。”好，姑爷大气。村民们听到三娘的话，心里也信了7、8分，一个个吵着准备回家拿柴火。等等，先等等，你们帮我把这几棵树先拖回去，到时候就在我家换。好，那个谁？爷，叫俺熊二就好了。熊二，你过来帮我背这筐大米。哎，俺来了。意外回到古代，拥有无限物资、无限子弹，第一天却用大米换柴火，竟还有人不满。姐姐，我带姐夫回来了。他拉着大丫的手，嘴里绘声绘色的和他描述今天发生的事，手舞足蹈的样子，很是兴奋。江小峰笑了笑，进屋拿了一个木碗就走了出去，这是分米用的。大家先换一些回去，然后回家拿柴火，接着拿换。 20个人不一会就换完了，一窝蜂的散了，回家拿剩下的柴火来换，生怕这种好事待会就没有了。你不用去家里拿柴火来换，我这里够用了。熊二听到这话，有点不知所措，呆立在原地，神情有些委屈。爷，俺哪里做错了？你跟俺说，你跟他们都换了，咋就不跟俺换了呢？想什么呢？这是给你的柴火，你留着自己烧。你明天就不要去砍柴了，过来帮我修补一下房子。江小峰刚说完修补房屋，脑海里的系统就发布了任务：隐藏任务解锁中，寻找庇护所，奖励棉被99加，特殊奖励最新装扮夫子时装1套。检测到宿主有1间5平米的庇护所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谢谢爷，俺以后就跟着爷混了，爷让俺干嘛，俺就干嘛。说什么傻话？别老是爷，爷的叫我跟他们一样，叫我姑爷就好了。好的，姑爷，俺以后都听你的。江小峰把碗交给熊二，让他负责换柴火，自己则是当一个甩手掌柜。不一会就听到一阵争吵声，他高估了村民们的智商。这个朝代的村民没上过学，竟然连10以内的加减法、掰手指都能算错。江小峰还没走过去，就看到排在郭大脚身后那个穿着草鞋的小女孩走了出来。小女孩把大米跟柴火放回原处，一担一担的换完。你会数数？谁教你的？我会一点点，爷爷教我的。那换柴火的事交给你，你做完以后，我多给你几斤大米。你认识他吗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知道他也是逃难过来的，跟着他演。可惜老爷子没坚持多久就死了，然后就丢他一个人在这山里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小。恭喜宿主获得隐藏任务收徒，幸运加身，天命之女，尚未长大需经历许多磨难，请宿主收她为徒，保护她长大。任务奖励鸡蛋99加，特殊奖励复活币1枚。小小，我看你天生聪慧，和我又有缘分，我想收你为徒，你愿意吗？在他记事起，亲生爹娘从小就不要他了，是爷爷把他捡起来养大的。可惜逃难到这里没过多久，爷爷就死了，他就开始适应一个人生活，吃草根，吃树皮，饿过头的时候，他还吃过黄土。地上的树枝他不敢捡，怕别的小孩子会打他，只能用身体去压断树枝。虽然有时候会摔伤，但是至少自己压断的树枝没人会跟他讲。他也没想过要过上什么好日子，他只想活着。你这傻孩子，还站着干嘛？还不赶紧答应？我愿意。检测到宿主收徒成功，任务已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你以后就是我徒弟了。对了，你姓什么？爷爷一直叫我小小，没有给我取名字。不过我知道我爷爷姓苏。江小峰想了想，决定给他取个名字。那你也姓苏，以后就叫苏小了。江小峰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出他的名字。这就是你的名字，记住了吗？师傅给你起字叫平安，希望你以后平平安安的，好不好？好。他会写字，难不成姑爷还是个读书人？肯定是个读书人。我的老天爷，怪不得有那么多粮食，原来是读书先生。在大明，读书人的身份是很高的，不仅不用纳税，还有朝廷的补贴，每个月都领到米面。不懂东西。今天是我和大家成亲的日子，也是我收到第一个徒弟的一天，所以大家今天都留下来吃个饭。今天饭管饱，明天如果大家有空过来，帮我建一个新房子。姑爷，这间房子有没有饭吃啊？饭踏马管饱，每个人还能拿5斤大米。所有的村民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们没想到不仅包吃，还能拿5斤大米，还是每天都有。以后就跟着姑爷混了。姑爷，你以后叫俺干嘛，俺就跟着你干嘛。村民们变得异常热情，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帮忙干活。姐夫，我也想要名字。二丫觉得姐夫给苏小取名字，没给他取，有点吃醋了。不可以这样，姐夫很辛苦的。
你让他休息一会。二丫不听，扭着身子不肯走。大丫又不敢用力，只能柔声细语的和二丫讲道理。江小峰看着温柔的大丫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我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“以后你就叫幼楚，人间温柔共10斗，幼楚独占12斗，天下人道歉2斗。”幼楚，林幼楚。他觉得这个名字很符合大丫的性格，温温柔柔的，骨子里又很坚强。我也要名字，我也要名字。以后你就叫东东好不好？为什么叫东东呀？因为机智勇敢的小朋友才可以叫东东。这是一只3天饿9顿的大老虎，望着4天的第10顿饭，很是激动。激动死了，这下好了，再也不用吃了。唬唬我呀，怎么也没想到除了武松，竟被一个柔弱书生徒手打死。男子刚穿越就获得了葫芦侠修改器，把系统奖励都改成了99加，就连 AK47 都是无限子弹。这 AK47 无限子弹就算了，还不用换弹夹，还没后坐力。他真香！他就一直扣着扳机，一直听到系统铃的一声，他才停了下来。恭喜宿主获得隐藏任务首杀，建议宿主开启猎杀行为，可以获得更多物资。奖励升载完99加，特殊奖励冒狼火的加克林1把。检测到宿主猎杀大老虎1只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他至少打了几百发，老虎骨头皮肉全被打飞了。还好不是德系的老虎，不然还真他妈打不过你。江小峰想叫村民们把老虎处理一下，却看见村民们跪了一地，看向江小峰的眼神充满了畏惧，不知道是害怕老虎，还是害怕打死老虎的江小峰。熊二，你别傻站着，赶紧过来帮我把这只老虎处理了。你叫几个人把这老虎剁，今天吃老虎肉。姑爷，干嘛？您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原本觉得姑爷是个读书人，可是从来也没听过那个读书人可以徒手打死老虎啊！不止他在怀疑，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，一个个看向他的眼神，害怕大过于敬畏。江小峰看着他们，觉得自己有必要解释一下。大家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都过来听我说2句。我知道很多人好奇我是干什么，刚才那个是什么？怎么打死老虎的？江小峰手上金光一闪 ，K47 就出现在手上。吓得村民齐齐后退几步，一个个畏惧地看着他手上的 K47。这个是我师傅给我的法宝掌心雷，用来斩妖除魔的。原本我是跟我师傅在山上修行，寻仙问道，后来我师傅说我前世尘缘未了，与大丫缘分未尽，和他做完这一世的夫妻就可以回去修仙了。怪不得会看上大丫，原来是上辈子就是夫妻，这辈子还有缘分呢。你们也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而且我已经收了小小为徒，今天我就让村民们做个见证，我把这个掌心雷送给小小了。江小峰把苏小叫上来，神色庄重的让他跪下。小小啊，这是我们门派世代相传的神器，你要记住，这件法宝只能斩妖除魔，不可以伤害平民百姓，听清楚了吗？是，师傅。江小峰把 AK 挂在苏小背上，看着像个童子兵一样的他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。送出去意思一下，待会忽悠回来就完事了。理由嘛，就说师傅先替你保管，等你长大了再点。而且有加特林了，谁还用 AK 啊？果然，村民们看见他把掌心雷交给了苏小，都安心了许多。相比于这个姑爷，苏小拿着 AK 没有那么吓人。江小峰看着村民们，决定放出杀手锏。大家接着好好干活，以后每人每天不仅有5斤大米，还有10个鸡蛋。听到这话，村民们的怀疑彻底消散。谁家妖怪会这样子？又给大米又给鸡蛋的，每天只要帮他建房子，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好处。别说他不是妖怪了，就算他是妖怪，那也是个好妖怪。嘿，不能叫妖怪，得叫神仙。姑爷他今天必须是神仙，我说的。男子刚穿越晋城大明首富，只因他每天签到就能获得无限物资。今天的签到奖励是金元宝99加。还有谁？1周时间过去了，房子也盖得差不多了，江小峰也慢慢适应了穿越后的生活。让他感到惊喜的是，还签到获得了扇子、米酒、金元宝。虽然突如其来的钱财让他成了大明首富，但在深山之中也无处可花。这几天用棉被给小小做了套衣服，而他自己也换上了系统奖励的夫子时装。村民也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，都把他当成谪仙人，才能凭空变出这么多东西。刚好也到了赶集日子，有几个村民要去城里换物资，他也决定带着苏小一起去城里看看。沿着山路拐了几个弯，一行人终于走上了官道。沿着官道，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，每个人都是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甚至有的担子里是6、7岁的小孩，头上插着草，眼神好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。这时江小峰却发现了更奇怪的事，官道明明很宽敞，
他们却是走在路两边，情愿人挤着人，也不敢走路中间，好像路中间有一堵隐形的墙，把他们拦住了。路这么宽敞，为什么不走中间，非要挤在边上？爷爷说，路中间是给老爷们骑马用的，我们这些泥腿子走路中间，惊吓到了老爷，被打死也是活该。江晓峰听到这个解释，依然慢悠悠地走在官道中间，凭什么这么宽的路不让他走？我才不管什么高低贵贱，谁要是撞我还不跟我讲道理，那我就要掏出加特林，好好的讲一讲物理了。一群贱民，不要挡了我家主人的路！明明官道已经很宽了，过2辆马车也不成问题。可是这个下人还是挥着鞭子抽打路边的流民。看见挡在马路中间的江晓峰，马夫本想破口大骂，话还没出口就被他憋了回去。特别是江晓峰身上穿着的那一身白色儒袍，看上去非贵即富。下人把马车停了下来，惊动了车里的管家。这位小先生，麻烦您往旁边走一走，让我们先过去可好？江晓峰虽然看不惯马夫仗势欺人的样子，但是他没欺负到自己头上，而且管家说话挺客气的，也不好借题发挥，就让到一旁。多有得罪，还望多多包涵。说完就退回到了马车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那个书生的眼神，自己的心里一跳一跳的，给了一串铜钱，心里才舒服了许多，总感觉像是捡回一条命。江晓峰看着远去的马车，叹了口气，没能跟那个马夫好好聊聊物理，心里有些遗憾。他回头看了看，把铜钱丢给挨了鞭子的流民。这是给你看伤的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江晓峰没理会他的感恩戴德，牵着苏小就走了。一直走到江晓峰脚酸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阵敲锣声，一队官兵挎着腰刀驱赶着路边上的流民，流民们都被赶出官道，江晓峰也被请到了路边。不过他面前的官兵不像对待其他流民一样，官府办事还请行个方便。官兵看到他没有下跪，也不在意，毕竟他一身读书人的打扮，想来应该是有功名在身。前面开路的官兵走后，身后跟着一辆马车，马车里坐着的是当今天子钦点的状元郎，便是第一张甲第。今年开年，边关有数千边军造反，原因是没领到过军饷，虽然被平定下来，但是也给当今天子一些警示，所以才把他派下来巡视边关。这一路走来，看得他触目惊心，他万万没想到这大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被苛政赋税逼得卖儿卖女。准备放下门帘的时候，他看见了江晓峰，立刻让马车停了下来。这位兄台，敢问高姓大名？自家老爷什么都好，就是喜欢和别人交朋友，这点不好。一路上结交了108个好汉，半个月的路程，1个半月还没到。这位兄台，敢问高姓大名？自家老爷什么都好，就是喜欢和别人交朋友，这点不好。一路上结交了108个好汉，半个月的路程，1个半月还没到。在下免贵姓江，名晓峰，自浩然，不知兄台有何贵干？是在下冒昧了，实在是刚才看见浩然兄气宇轩昂，样貌非凡，所以想过来结识一下浩然兄，还望不要怪罪。无妨无妨，不知兄台尊姓大名？在下姓张，名蒋帝，字浩玉阶，这是我的书童张云。不知道浩然兄出身何门，可是谁家子弟？在下乃是山野村夫，在深山中修行，今日带着徒儿下山，去城里逛逛，随便看一下是何年何月，哪朝哪代。这浩然兄，你我同路，不如上车一叙，如何？江晓峰也不在意，刚好脚酸，正好搭个顺风车。于是他牵着苏小，回头对熊二说：我带着小小先走，待会在城门口等你们。马车很大，里面还坐着一个男人，面白无须，闭着眼睛坐在马车上。听到有人进来，他睁眼瞄了一下，好干净的男人，不像之前的书生游侠，一身脏兮兮的，眼神里还全是贪婪和欲望。这是王公公，东厂的提督大人。他不愿意过多介绍，因为天底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愿意和东厂接触。江晓峰倒是不介意，反而对着王东贤打了个招呼。他很好奇地看着王公公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活的太监，也不知道生宰丸对太监管不管用，至于人可不可以用，应该差不多。牛可以吃，马也可以吃，牛马也肯定能吃。他想了想，从怀里掏出一把扇子，扇子是系统奖励的，白色的塑料，加上一层绸布，下面挂着一条流苏，拼西瓜最多5块钱一把。可是在张甲第眼中，这就是一把极品名贵的扇子，至少100两银子起步。打开扇子，一首石灰银写在扇面上，张甲第轻声跟着念了起来：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，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好诗啊！浩然兄，这是谁写的？这简直写到我心坎里去了。这是我家前辈写的，我觉得好听，就写在了扇子上。玉洁兄喜欢就好。
大明放着15米宽的官道不走，却人挤着人走在路边，脚被石子划破也不敢走路中间，就像有一堵无形的墙，只因路中间是给老爷们骑马用的。走路中间惊吓到了老爷，即使被打死关火也不管，只能自认活该。江晓峰在马车上经过和两人交谈，得知自己穿越的大明并不是历史上的大明，之前的朝代都一样，可到了大明皇太祖却是姓周。完了，记忆中的那点历史全白学了。从张甲弟口中得知，当今天子是大明第4代皇上，前几位不是贪图享乐，就是畏敌如虎，除了求和就是割地赔款。当今天子虽然一心想力挽狂澜，也没改变大明糜烂的局面。这是宋明2个朝代的结合版，没救了，毁灭吧。虽然先帝和太宗没有治理好大明，但是当今天子还是很英明神武的。是啊，官家登基以来，废除了所有赔款条约，节约勤俭，一身朝服补了又补，宫殿破了都不舍得修。听到他们俩一唱一和，江晓峰心里也对这个大明有了个大概的印象。天下兴亡，百姓皆苦啊。浩然兄所言其是啊，可惜我空有救大明于水火的心，没有救大明百姓的能力啊。其实救大明也不难，触底反弹，不知道2位听过没有？两人对视一眼，齐齐摇头。江晓峰从怀里掏出一壶米酒，倒了3杯。好酒，好酒，让浩然兄破费了。兄长说与我一见如故，我何尝不是与你一见如故啊？二位就别一见如故了，咱家还想着听听什么叫触底反弹呢。触底反弹的意思就是，既然大明已经这么烂，那干脆掀桌子，直接带着剩下的家底出关打胡人。先生说的可是破而后立？不是，现在需要的是一场胜仗，我们就可以大输特输，然后让人去游说，不管是什么破事，都怪在辽人头上。吃不饱饭，穿不上衣服，地里长不出粮食，都是因为辽人要来欺负我，让百姓觉得只有打辽人，我们才有好日子。只要不肯跟我们一起，就把他打上辽人奸细的标签，逼得所有人跟我们站在一起，那边关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。江晓峰没有接着说下去，因为最先用这一招的是某位美术落榜生，只可惜他开了头就没有办法踩刹车。3人边说边聊，一顿酒下来，3个人勾肩搭背，称兄道弟。马车再次停下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城门口。张云跳下马车，拿出老爷的信物，城门校尉急冲冲的下来，准备接待这位姗姗来迟的钦差大人。老弟呀，你可要记得咱家就住在锦衣卫里面，你明天要是有空，可一定要记得来找咱家请你喝酒。敢问哪位是钦差大人？诺，这位就是你要找的钦差大人。我家老爷今日和好友多喝了几杯，不方便出来，你看信物对不对得上？看完赶紧放行。是钦差信物，还请各位入城。江先生，你要不跟我们进城吧，不然我家老爷醒了肯定会怪罪我没留下先生的。大可不必，我和乡亲们约好了城门口见，你们先进去吧。老弟，这是哥哥的手令，你拿好，要是有什么事，尽管拿着令牌来锦衣卫衙门找哥哥，咱家一定帮你解决。挥手把校尉叫了过来。听好了，这位是咱家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也是钦差大人的贵客，你给咱家伺候好了，不然咱家要了你的脑袋。是厂公大人，小的一定把大人伺候好。老弟，那咱家就先走一步了。起来吧，人都走了，先别说话，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会，顺带帮我买点吃的，多买点好的，不够待会再不给你。是大人，请跟我来。不愧是京城来的大人，出手就是阔绰，自己1个月的俸禄也才2两银子，这位大人一出手就是自己1年的俸禄。大人，你先在此休息，有吩咐唤一声即可。小的这就给你准备吃食去。江晓峰没有睡觉，而是坐在床上闭目养神，消化今天得到的消息。此时王忠贤也坐在锦衣卫的衙门里，眼里没有一丝丝的醉意。来人，卑职在。把咱家的信交给宇公公，然后让人去查一查那个叫江晓峰的底。是。袖里乾坤，隔空取物。要是你真是在山里修行的仙人，我王某人别说叫你一声老弟了，哪怕是叫你一声干爹又何妨？过了一会，只见王忠贤脚下一动，一颗石子穿过窗户，一道黑影从树上掉了下来。这些年江湖上想杀咱家的人多了，要是这点警惕都没有，我还怎么做东厂的3总管？进来。这些是同府客栈的招牌菜，还请大人品尝。校尉低着头，双手把2颗金元宝递过去，这钱他不敢花。行了，
金子你就收好吧，就当给兄弟们的辛苦费了。江小峰把苏小抱在怀里，给他撕了一只鸡腿。这个徒弟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听话了，自己没开口让他上桌吃饭，他宁愿饿着也不会吃一口东西。唉，还得慢慢教啊。小的替兄弟们谢谢大人，大人你先吃，小的先退下了。吃饱喝足以后，江小峰才发现天色已经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熊二他们到了没有。男子被加特林指着脑袋，却一点也不害怕。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只因在古代，加特林在他们眼中就像一根粗点的烧火棍罢了。随即叫身后80名手持大刀的精锐士兵围了上去。就在江小峰想给众人来个物理超度的时候，楼上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浩然兄，浩然兄，你昨日怎么就不辞而别了呢？怪我，实在是昨日答应了同乡，要和他们一起进城。张甲弟看见门口都是甲士，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。浩然兄可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？今早接到熊二打算来客栈吃饭，就碰到昨天嚣张跋扈的马夫跟在一个男子身后阴阳怪气，只因马夫一眼就认出这是昨天挡路的读书人。昨天的事被管家骂了一顿，今天他主子在这就和他说了一遍，这才起了冲突。本公子心善，只要你跪在地上，从我胯下爬过去，那本公子就不仅给你们留一条全尸，还会把你怀里的小姑娘送到青楼，做个千人敌万人婊子。江小峰听到这句话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郭公子，在他眼里，这个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这不是郭家的大公子吗？怎么大白天的就出来抖威风了？他们都是京城官员，而郭胖子他爹只是城防守备，这事和你们没关系，你们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好。那我非要插手呢？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敢插手本公子的事情？我家老爷是什么人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张云从包里拿出一道钦差令牌，郭胖子看了令牌，满脸屈辱地跪在地上，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而那群士兵见了，也纷纷对视一眼，跟着放下兵器，跪了下来。呦，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陛下让钦差大人巡视边关，钦差大人怎么还管起我岭南城的内务来了？郭胖子怎么越混越回去了？郭公子被骂了，没有一点生气，反而堆起笑脸，对着娘娘腔说道：世子殿下，人家是京城来的，背后有靠山。整个岭南只有一个人敢自称世子，那就是岭南王孟三官的独子孟星云。张甲弟眼神凝重地看着孟星云，大明唯一的异姓王，这个名号已经不是钦差令牌能压得住的。张甲弟还想说什么，就被江小峰拦住了。玉阶兄，你就别管了。眼前这位阴柔的男人明显身份不低，再让张甲弟继续帮下去，江小峰也不好意思。娘娘腔是我惹出来的，有什么跟我说就好了，别为难我朋友。你是第一个在本世子面前骂我是娘娘腔的男人，有种，是个汉子。我有没有种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你应该是没有种啊。江小峰面带微笑地看着他，也不害怕，打算用加特林给他们讲讲道理。孟和，上去给他2巴掌。孟星云身后的男子脚下一拧，唰的一声就朝着江小峰冲了过去。没等孟和反应过来，只见一只手掌在眼前放动，和手掌撞在一起。卧槽，武侠世界！江小峰眼神炙热地看向王忠贤，哪个男人心里没有一个飞檐走壁的武侠梦呢？阁下又是何人？经常听说岭南世子是个进宫的好苗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东厂就需要你这种人才。世子殿下，点子扎手，我们撤吧。能接我一掌不死，你也算个人物了。那本公公就告诉你好了，咱家姓王，叫王忠贤。算你命好，我们撤。等等，你可以走。这个胖子今天必须死，老天爷也留不住他。我说的。你真打算和我孟家不死不休吗？王忠贤在身后笑眯眯的，也想看看这个老弟有什么本事。那本世子今天非要保他，你又有什么手段能从我手上宰了这个死胖子呢？我说我有办法让你成为真正的男人，让你可以传宗接代的话，你怎么选？王忠贤噌的一声抓住江小峰的肩膀，此话当真？你真的有让人传宗接代的办法？王忠贤捏住江小峰胳膊的时候，天空中突然起了惊雷，劈在客栈附近。惊雷声让王忠贤清醒过来，猛地松开了手。老哥只是听到这话有点激动了，莫怪。王老哥莫急，办法我肯定是有，不然怎么敢说出来呢？书生，你可知道你说的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当然。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让我可以像个男人一样可以传宗接代，别说这个死胖子了，哪怕是让我今天给你磕头认错，我孟星云也认了。以后你就是我孟星云的救命恩人，有什么事我孟家一定鼎力相助。你要是敢骗我，那我孟家就跟你不死不休。这是我师门世代相传的灵丹妙药，名叫送子丹。世子殿下小心有诈。世子殿下如果不放心，可以带着我们去你家，
在岭南王府，你们总不会担心我骗你们了吧？把郭胖子给我压下，跟着这位先生一道回府。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就往王府走去。江小峰刚到王府门口，隐藏任务解锁中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建议宿主治好孟星云的难言之隐，让孟家香火得以延续。奖励水99家，特殊奖励铠甲召唤器。卧槽，这就是良心系统吗？这就是我亲爱的童子哥吗？这玩意放到武侠世界，那还不是嘎嘎乱杀？请先生进府。敢问是哪位先生能续我孟家香火？娘就是这位先生，说能有办法让我孟家延续香火。不知道先生有什么办法，可否让本王妃开开眼界？也不是什么神奇的办法，2颗丹药而已，不过是1公1母，所以还需要一个女人来配合世子殿下。秀儿见过母妃，见过相公，见过诸位先生。江小峰也不磨叽，拿着生仔丸就让2人服下。过了一会也没什么反应，王妃脸色越发越阴沉，这怕又是一个骗到王府头上的江湖术士。臭书生，你就是一个骗子，你哪有什么灵丹妙药？孟星云也觉得心里白高兴了一场，正欲开口说话，突然一阵疼痛，疼死我了啊！疼死我了！他捂着双腿跪落在地上打滚。来人，把这群骗子给我拿下！等等，母妃，你看